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上一期的话题，也就是长期浏览外网上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和解读，可能给一个人带来的抑郁和无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负罪感和自我厌恶。那上期视频发出来后，大家在评论区的讨论也非常热烈，我都认真看了，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我们此时此刻正是在 YouTube 这样一个外网平台来讨论长期看外网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的视频本身也是我们讨论的现象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自我指涉，也就是我们在对自己的当下进行一种觉察，这也是我们频道一贯的风格。在互联网平台上，越是谈论外部的冲突、政治对立，越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博主都有自己偏好的叙事风格，有些博主分析所有问题都是从原生家庭出发，而有些博主则擅长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我觉得这些角度都非常有道理，但我发现如果一个人长期从单一视角去理解问题，可能反而会巩固一些痛苦。所以我们最需要的是时常对自己的状态进行觉察。因此，我们的频道即便在讨论外部冲突时，最终也要落在个人的心智和自我觉察上。这并不是说外部事件不重要，更不是说我们只要关注内心，不要关注外面的事情，而是说我们看待一切外部事件都必然是从自己的心理结构出发的，所以面对我们的内心，恰恰是看清外部世界的前提。上一期我们主要谈的是如何用心智化的方式去理解那种弥散性的恶意，而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对我们自己进行心智化。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正如我们在上期视频提到的，这种由于长期浏览负面信息所带来的无力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个体渐渐对中国社会，甚至对人性本身产生了一种非常深刻的绝望。比如我有一位朋友，在长期高强度的浸泡在这类信息之后，会感到整个社会到处都弥散着特权和裙带关系，阶级压迫、职场压迫无处不在。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新闻和社会事件，他都能从中读出同一种感受：弱势的一方必然得不到公道，也毫无尊严，而强势的一方永远是胜利者。当这样一幅图景在内心里定型之后，他感到的就是一种深深的无力，以及一种弥散性的恶意。他觉得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而第二个阶段是，由于人的内心很难长期忍受这种无力和失控，我们会将外部的这些黑暗给内化，通过把一切都和自己建立联系，来换取一点掌控感，这也是一种原罪的心理机制。于是就出现了我们上期讲的那些感受，比如为过去的自己不够清醒、缺少反思而羞耻，甚至为自己成长和生活在中国而羞耻，好像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人注定就是没有尊严的。上述这些心理的确和外网的一部分信息，以及我们对这些信息的解读方式是高度相关的。这些信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那些聚焦于宏观政治的信息，比如讨论高层的政治博弈，关注中央领导的一举一动，分析某个人事变动背后的信号，推测某项政策将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讨论本身可能相当有价值，但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这套叙述里，行动的主体永远是他们，而作为观众的我们始终是那个被决定的一方。我们能做的就是了解这些信息，然后等待结果落到自己头上。我想说的是，一个人长期沉浸在这样一种叙事里，是会不自觉地接受这种叙事对自己的塑造和定义的。当自我在这种叙事里始终只能是宾语，从来不是主语，甚至根本都不出现时，那么久而久之，那种我只是一个被决定者的感觉，就不再仅仅是对政治的判断，而会慢慢渗透成一个人对自己的整体感受。它会悄悄地回避掉我们的个体视角。第二类信息比第一类信息对我们的作用要更加隐蔽，我觉得也更值得警惕。
比如在外网的许多对中国社会的批判类的信息里，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趋势：本来批判的对象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是那些具体的、真实存在的糟糕的现象，这本身是完全正当的。我们频道也做过很多期这样的内容。但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批判的对象开始渐渐地从制度转移到普通人身上，最后对普通人的贬低和侮辱反而成了主要的内容。比如知黑一类的说法，核心的意思就是说，生活在这里的人注定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里的一切都烂透了，这里的一切人都充满了劣根性。而顺着这种逻辑往下发展，就会有这样一种推论，就是如果你不感到痛苦，那么你肯定是有病的；如果你还对人性和未来抱有希望，那你就还是活在幻想里，比如所谓思想配得上苦难之类的话。但是我们在2024年曾经做过2期视频，专门否定了所谓民族劣根性，就是说 evil 在原则上是可解释的，它更多是制度和环境塑造的产物，而不是某种超越时空的本质或者某个民族的本性。我们的频道也分析过很多社会问题，但我们最后的立足点都是为了发现人的主体性。即使一个人身处不幸的外部环境，他也一定有他对自由的追求，有他的尊严和能动性。去挖掘和发现这一点，才是我们建立心理韧性的关键。那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说，我们之所以要关注这些宏观的政治，正是因为他们确实在决定我们的人生和处境。我们的生活难道不都是被这些东西规定好的吗？我想，政治环境的确会深刻地影响人，但绝不意味着政治环境会完全地决定人，这是完全不同的2种意思。因为如果它能完全地决定和操控人，那么所有人都应该做出相似的行为，拥有相似的精神状态。但实际上，不同的人在相似处境下做出的选择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如果个体是可以完全的被政治环境所操控和洗脑的话，那么一个人关注不关注政治也就无所谓了。因此，我们当然不否认政治对个体的影响，但应当警惕和避免那种决定论的立场。真正重要的是回到个体视角，只要我们足够敏锐和细心，就能够发现个体很少是全然无力的。许多朋友之所以觉得个体是无力的，是因为陷入了一种纯洁性的想象，就是认为如果一个人学习和接受了政治宣传的素材和文本，就一定会导致不好的后果，比如被洗脑、被集体同化、充满仇恨等等。但这种理解容易忽略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创造性的诠释和理解现实的能力。实际上，很多宝贵的心智资源完全可以来自一个并不那么纯洁的文本。比如上周我和一位朋友聊天，他和我讲起初中的时候学到一篇课文，就是雨果写给巴特勒上尉的信。在这封信中，雨果谴责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篇课文被编入语文教材，当然还是带着爱国主义教育的用意的。中国教科书对这段历史的解读是非常片面和有误导性的，所以这本身是一种民族主义宣传。但是这位朋友当时却从中联想到，自己能有这样好的条件，生活在这种和平安定、教育资源还不错的环境下，真的很幸福。于是这位朋友当时还写了一篇作文记下来，并且被老师夸奖。他说自己当时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要学习的动力，不为排名和成绩，就是纯粹的想要多读书。如果我们用某种政治觉醒的标准来看，这位朋友当年的这些领悟似乎是不够觉醒的。他那时候对社会的认识是不完整的，而那种我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以及我很幸福的感受，或许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被官方和学校教育所塑造出来的安全感。然而，就算当事人的这些判断和认识都是片面的，但他从中生长出来的东西的确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宝贵的财富，是有利于自我发展的。一个人可能因为某个看起来不够正确的理由而受到鼓舞和激励，比如说因为读了某个红色文学，或者把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视为自己的偶像，然后开始认真的读书和思考。后来他知道和思考的更多，就发现当时的自己的确有很多误解。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积累的自信心、学习的动力、对知识的兴趣和好奇心，并不会因为他的起点不符合纯洁的标准而变得没有意义。毕竟，当事人的主观诠释和领悟才是最重要的。而如果我们完全的把政治层面的觉醒当作衡量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最重要尺度，认为觉醒前的旧我和觉醒后的新我是泾渭分明的，那么我们也会极大的忽视我们的心智资源。实际上，这种建立在对纯洁性崇拜之上的心理动力，哪怕它的出发点是好的，追求的东西也是高尚的，比如向往平等、自由和独立，但在实践中，它非常容易让我们把一些表面的、外在的、形式上的东西误当成一个人形成独立人格的标志，比如喊什么样的口号，在外在姿态上做出多么激烈的对抗。比如我们曾经在2025年3月的那期视频里聊到为什么不要把亲密关系给政治化。当时我们就说到，有一位对中国官方历史、政治宣传和教育体系抱有深刻排斥的父亲，他的儿子在中国读小学，不过他和儿子的情感交流并不多。在更多情况下，他习惯以严肃的面孔指出孩子的问题。有一天，儿子放学回来，兴致勃勃地复述了一句毛泽东的名言，父亲就感到紧张，然后用严厉的语气给儿子讲起了文革的一些黑暗历史。这样的交流还有很多次。父亲认为自己只是不希望儿子被洗脑，是在启蒙孩子，但他发现儿子似乎并不认真听。有一天，儿子放学回来，突然开始批评他不够爱国，批评他平时说了很多立场不正确的话，这让他更加唤起一种对文革的可怕记忆。他感慨孩子的心智似乎被夺走了，变成了一个小粉红。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真的是无孔不入，深入骨髓，因而更加感到恐惧和无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父亲陷入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他本身就觉得洗脑和操控无处不在，个体是无力的，然后他用这种高度紧张和警惕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儿子，结果儿子后续的行为果然验证了他的恐惧是对的。然而，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儿子，他仅仅是从一些外部的、符号化的现象，就直接推理出孩子被洗脑了，而没有稍微判断一下儿子的内心状态。他并没有在教育儿子，而是和自己内心里的那个迫害性的大反派战斗。同时，他把儿子后来对他的批评也给政治化了，将其视为儿子被进一步操控的证据。但实际上，儿子大概只是因为长期被父亲压制，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反击父亲的工具而已。这种动机与政治没什么关系。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猜想，这位父亲自己年轻时或许经历过某种政治创伤，比如被批斗，遭受政治性的歧视，他的恐惧完全可以有着深刻的依据。但我想说的是，宏观的政治权力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恰恰要借助于一个个具体的、微观的人际关系，而不可能直接的操控人的内心。就是说，意识形态必须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才能真正进入你的生命。比如，通过你和父母在饭桌上的对话，老师的某一次的训斥，同学的一次孤立，以及你在办公室里必须配合的某种气氛等等。但总之，它是被你身边的人执行、传递、翻译给你的，而不是说一个人会直接的被抽象的理念所操控。这也意味着我们并不是完全无力的，因为它必须通过具体的关系才能起作用，所以那些关系本身恰恰是我们能够介入的地方。比如这位父亲，如果他认为让儿子成长在一个好的环境下意味着推翻宏观的大环境，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也会越来越无力。但他完全可以决定一件事，就是去倾听儿子更加细节的想法，让儿子多说一些。这个选择权是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的，是国家和政府难以剥夺的，而且这种做法的影响力是远远超过任何意识形态的灌输的。这位父亲厌恶外部世界灌输的某套符号，可他自己也在灌输一套自己的符号，并且把自己的那套符号等同于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然而真正的领悟和觉醒，
很多时候只是静静地发生在一个人的内心，是很难通过大众认为的觉醒标准来识别的。只有你认真地倾听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才可能会发现，独立思考、自由精神，要实现这些理念的路径和机制是非常复杂的，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变成一种以觉醒和自由为名的专制，一种以反规训为名的新的规训。所以不论是理解外部环境还是理解我们自己，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回到个体本身，把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而非一种标签和外在的形式。一个社会里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这样的能力，那种更好的公共生活才有可能真正生长出来。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下期视频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